家好，今天我们这里下特别大的雨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动工。刚好今天老妈到我们这里来了，可能大家也想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进度，大概样子是什么样的，刚好可以带老妈去看一下。自从我们动工了之后，老妈就没有来看过，然后现在老妈说过来看一下我们做成什么样子了，大概的进度怎么样。看一下你们是怎么搞。我们现在做的进度还是挺大的，反正每天都有进步，每天都有改变，只是因为我们的人手比较有限，所以我们可能它的进度，如果说想要很快的话，肯定是做不到的。现在这个房子看起来的话，那些东西全部都堆在外面的，可能有点乱，但是我们该做的部分，我们都在努力的做。走，葡萄结得好好。这个葡萄我们种在这里2年了，今年可以大丰收。你看，从这里过来，你看这些柱子全部都已经立在这里了，那个钢筋也放在里面稳固了，看，就这样的，它很稳。到时候这里还没有开始浇筑，那边已经浇筑了3根了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浇筑的那几根。那是昨天晚上浇筑的，估计也干得差不多了。就这根，哇，实心的。这个倒好了。对，这个倒好了。我也还没倒哦。因为师傅做的模板就只做了这3根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只倒了这3根，其他的这些还是钢筋裸露在外面的。还这里这2根也是已经倒好了的，看。老妈看到这个样子，有没有想象我们以后的这个房子的样子，整体布局？到时候就那个倒板了，这层是不是？对，到时候确实要做盖板，但是我们这个房子它的朝向改变了的。我们这个房子它以前是这样过去一点，然后现在我们的柱子坐在这里来了，然后所以我们到时候的墙壁是在这个位置，在柱子的这个位置，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房子往这边像这样移动了一下。那边就没有了。对，那边就把它当成路宽一点，我们到时候骑车骑到我们小院里面来也方便很多。你看小车就可以过来哈。对，小车勉强可以，但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没有必要给它开到这里来，因为退出去不好退。你看，好实心，好结实呀！师傅说今天本来是可以脱模的，脱模了之后把这些板子拿去安装在另外的那些柱子，然后就另外再倒。本来今天是可以再继续做几根的，但是因为下雨的话，感觉操作起来就没有那么顺利，而且我们那个沙子要在那边去拉过来，如果是在这个里面的话，下雨是不影响的，但是拉过来沙子不方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工了1天。怎么样？我们这个房子可以，到时候搞起来很好的。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。这个也全部转过去啊？对，整体往这边移了一下。如果说最大的变化的话，就是我们这个墙壁没有了，就是很通透。我们这个房子以后也把它做成全部落地窗，就不是做封闭的了。因为封闭的话，确实我们这个房子风景很好，如果把它封闭起来，有点浪费了这个好风景。然后这边这些底下脚的位置全部都给它固定了。固定完了，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把这几根柱子给它浇筑完了之后，就可以做上面。所以现在改动不是很大，我们把上面盖板做好了之后，把这个全部一拆就成新房子了。那个时候看起来才有很大的改动。经常都有人说我们这个房子这个钢筋这样放是错误的，
可能每个师傅做的风格不一样吧，因为我们师傅他是这样做的，就是把我们挖下去的孔桩给它浇灌满以后，上面留个10几公分的距离，然后把这个钢筋笼放下去，然后再把钢筋笼固定。因为他要找一个平面嘛，找一个平面后才知道这个钢筋笼的定位。如果说直接像那样把钢筋笼一起放在里面的话，到时候不好定位，而且它这个水平也不好找。所以说师傅像这样做的话，其实对我们这种只修1层楼房子的，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。因为我们这房子上面的话都不盖板，到时候就是给它砌砖，然后又继续把这个上面的瓦给它放在砖上面，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。现在师傅像这样做，其实也是很稳固的。大家看，这两边封上板以后，就开始浇做这个水泥。因为我们目前是想把这个大房子先把它全都做好以后，把这边弄好了，再来做厨房这边。因为厨房这边的话，我们目前是砌了砖，砌这个砖。一是为了防止他们那边房子塌过来压到我们这边，二呢也是想着把这个砖砌了，然后这旁边这两边做一个构造座，也是那个座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到时候这个座子呢可以搭到这边。我们把这个砖墙砌起来以后，就可以少弄一根柱子，因为柱子的成本比砖要贵嘛。所以说我们这个砖墙的时候直接盖板过来，就搭到我们的大房子，这样。我们的这个厨房和大房子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我们这个厨房它，一是为了做厨房，二呢也是为了留一个楼梯间到上面去。这里面到时候，有几个功能，一是我们的厨房，二呢也是楼梯间，还有我们的卫生间都在这里面。因为，整个房子肯定需要几个公区的卫生间，像这样的话。也要好一些，就是有一些客人来的话，在公区卫生间它是比较卫生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房子它都是往这边让的，让到这边来。我们以前这里是留了一个巷道，这个巷道呢我们现在是不要了的，是下面全都是镂空的，是框架结构嘛。我们可能在这个1年内，可能这下面不会有太多的改动，就是让它成为一个框架结构的。我们主要是想在2楼去，主要是我们2楼的话，我们现在设的是房间，还有我们的客厅。1楼我们到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想做一些大的空间嘛，让在屋里面就能跟大自然亲近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说我们1楼也不去隔墙，到时候就尽量开一些大的这种落地窗，看外面的风景，或者这个1楼做其他的东西。所以说我们也是做一步看一步。目前来说，我们就只能是请我们的张师傅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房子，先把我们的大房子给修出来后，慢慢的去衬托这个院子。现在我们停的这个高度可能会有一点高，但是我们到时候会给它降矮一点，我们院子里面应该会先硬化以后，我们会铺设一些这种青石板，这种石头，还要做一些这种灯光，主要是我们在边做边学。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设计给敲定了以后，到时候房子修好了，不是我们想要的感觉，那就不好弄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它的主体做出来以后，再去考虑以后的装潢，可能就要好一些。